大家好，这一次要请大家先拿起牙刷、蜡烛、纸巾，我们一起创造出丰富又仿真的石头材质感，并且实际运用在下一次的作品上。影片的第一部分会先很快速的带大家看过不同工具画出来的效果，第二部分会展示不同的工具该怎么综合在一起，其中呢又分为没有使用蜡烛以及有使用蜡烛的版本。这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同学不太喜欢蜡残留在水彩纸上，所以大家可以在时间线上找自己感兴趣的做法。这支影片示范的材料都是我们比较容易拿到的媒材。第一个，我们还是展示一下画笔的效果，再来是撒盐。当纸比较湿，也就是纸上的水分比较多的时候，纹路就会比较明显。可是下一部分的综合运用，我们先不用盐，因为撒盐法会比较柔和，容易被其他的效果压过去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之前画美洲狮的影片，连结在右上角。接下来是纸的效果，可以用不要的回收纸，像影印的 A4 纸、广告纸都可以，纸巾或卫生纸。差别是在有些纸巾的纹路可能比较明显，吸水性会比较强，这都会对纹路造成影响。大家可以动手试试看之间的差异。牙刷可以用喷溅的方式制造一些小石头的材质感。蜡我是用一般的蜡烛，要稍微用力涂，这样蜡比较容易留在纸上，然后铺一层水彩上去。这边是蜡多一点，这边是少一点。第二部分会综合刚刚的效果。首先，这个是没有蜡烛的版本，我们先把基本的颜色都画出来，一样是用隔红和钛金蓝，上面亮一些，周围暗一点。用干笔画，也就是笔上的颜料浓一点，水少一些。笔上面几乎没有水，我们用干笔的画法刷出石头斑驳的效果。吹干，用回收纸剪出石头大概的形状，周围可以抹一些水，用牙刷喷溅出颜料。可以看到刚刚涂水的地方，颜料会晕开，造成比较模糊，看起来比较遥远的效果。没有水的地方就比较清晰，看起来比较靠近我们。那我们再用笔修饰一下。这一部分就会加入用蜡烛的步骤，一样先铺底色，周围暗一点，颜色冷一点，颜料稍微浓一点点，用回收纸吸水，制造出一些石头的纹路，用蜡烛在纸上涂抹。需要用一些力气，蜡才比较容易附着在纸上。如果蜡太少，会没有效果。上完蜡之后，开始涂颜料。笔不要加太多水，干一点可以增加材质感。我们还是用牙刷增加一些细腻的颗粒感。和上一段相同，可以在周围先涂水，让画面有模糊有清晰，也就是让画面有空间感，有远有近。可以把蜡刮下来，让留白的区域更清晰。
用笔再修饰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可以运用在很多自然的场景，还有建筑物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下一支影片会用上一次学习的材质球以及这一次的纹路效果，看看该怎么综合运用在画面上，最后完成一张自己的作品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。